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啊，这个马车好有那种中世纪的感觉啊！天哪，这个剧好漂亮！我们一会儿肯定就是这个。对，你们应该换一个公主的裙子才对。走吧。走。Hello, hi. Are you looking for a table? Yes. Okay,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 Are you hungry? Yes. Very. Very hungry. So you want to drink something? Yes. Something warm. Something warm, okay? 他说要温的，然后你说可乐，太可爱了。 So if you want, I have warm. I have tea. Then I have hot chocolate. I have also coffee, americano. 热巧不错哎，she wants a hot chocolate. Okay. Do you have ginger tea? Yeah, ginger lemon. Okay, I'll take a ginger lemon. Agree. Yeah. Agree. Thank Okay. you. We'll take a tea as well. Perfec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plate. This is a maltagliata with local lamb ragu. 这不是中国的狮子头吗？对啊，有点像。是吗？哦，这个就是饺子，饺子。真的好看啊！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这个超级好吃。来吧，开动。这个超级好吃，我最喜欢吃碳水了。淡水心情好。哇，烧腊也好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我真觉得这是我们那么多天最这是最好吃的牛排。好吃。你们结婚后有没有试过被追求啊？你自己弄懵了。是这样的，首先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如果碰到一个男生，我马上会说不结婚了，不管怎么样，就第一时间他就会说，蛮有边界感的。我老公说，所以就是不可能就是有尴尬的，我没有机会的。哦，门关上了嘛。是的，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很清楚的。对，清清楚楚。我觉得我这么神经这么大条，我就很难感受到别人对我有什么感觉。这个我相信。尤其是婚后，其实好像你说大家都知道结婚的这个事儿嘛，我觉得很难吧。所以我觉得婚后我是可能有，但是我也没有感觉到。但是婚前就有，在谈恋爱的期间，因为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但是我一旦觉得对方有喜欢我的意思了，我就会跟他说，哦，我说我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只是我们没有公开，但是我有男朋友，谈了多少年了。然后有一些那个追求的决心比较坚决的，他们就会说，那个没关系啊，我反正没有结婚嘛，大家公平竞争，竞争上岗。那你会告诉大哥吗？有人在跟你竞争？我不需要告诉他，这些都是我的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但我就可以摆平的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哦，我真的不行，我是神经是一根筋一条线的，我没有办法，我处理不了那么多复杂的时候，对我来讲心好累，所以我只会是单一的这样。你呢，珊珊？我说真没有哎，我从我们公开之后就没有。蛮明确你是有家庭状况的，对吗？但是我跟安诺一样，就是可能我也是，就是跟任何人聊天，可能聊不到2句我就说了我老公了。对，所以没有这个状况说。对，我们这是婚姻状况是很清楚的。但我们这个圈子不一样，我们的结婚一定是公开的。你们周边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你们的老公的？你来。我的闺蜜啊，第一次真的是碰到我的老公是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Manon, Alizé et Hélèn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哦，在这个节目碰到你的朋友。
哦，对对，他们知道他是个好男孩，就是没有那种，他们也看到我的变化，所以他们就是支持他。为你高兴。是啊，是啊，没有那种，你呢？哇，我都也知道我丢话题了呢，我点我。学的可快了，你呢？实际上，我刚刚跟炫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不看好。为什么呢？就觉得他就是看起来很像是花心的，就觉得他们可能OK 了，就是在一起，但是可能也不会太长久这样。直到后面时间长了以后，然后开始我们有宝宝了，看到我们一起照顾宝宝、照顾家庭，然后我们一起商量工作，就是我们的细枝末节开始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时候，他们就有点颠覆了。开始是其实非常的不赞同的，实际上，但是后面慢慢就觉得哇，就是有改观。慢慢一点一点，现在变成了一种在他们之间的确信。因为我的工作人员和好朋友会面临一个问题，会有很多人，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家里人会问他们说：“戚薇跟李承铉是不是演的？”他们会常常碰到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会用实际上看到的样子去跟他们描述我们的相处状态。对，还是会有一个转变吧。我刚跟庚在一起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有一个小矛盾，然后我爸爸看见了，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 ：“Selina， 其实你的看东西的方式错了。”他说：“其实你们俩有点像一个 puzzle， 就是一个拼图，就是他想说的就是你们是互补的，齿轮形咬合，对吧？”对，他说你多去看他跟你的不一样，把它看成是互补的时候，你们的感情会变好。是，因为他说你要是一直想改变对方，让他更像你的话，他说这有什么好就是处的呢？他说这不是自恋吗？你就想找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就是在一起。所以后来我也跟庚也说了我爸爸这句话。后来我们也发现我们不要把两个人当成两个个体，就是把两个人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去想东西，去做决定，我们就是整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的融洽。对，所以就只有我爸，我其他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庚，就觉得他幽默，他还是有趣的灵魂。所以朋友也能看出来他好玩的。庚哥是给我，就是我没想到这次旅行，我最没想到的是他。是吗？对，因为我跟庚哥也不认识的，我会觉得，一个东北大男孩，也做过 idol，这么红过哈，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而且有点那种就直男癌的一些东西，以为，但是这一次我们一行，我发现就是。他让我就是最惊讶的，就他很温柔又很柔软，没有任何大男子主义，然后他也很愿意交流，对于很多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很大，然后料理事情很周到，然后又很有责任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好玩、很有趣的那种，就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对。你呢？因为我老公从事的这个行业，他做殡葬业嘛，所以呢，其实这个行业在很多时候是不被大家看好。对，做死人生意这种说法，还有那种说赚死人钱的那种，对吗？很刻板印象。殡葬行业的各个工种，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实际困难，比如说择偶，你说相亲或者介绍对象，你要对面。就父母一听，你是干这个的，对，对，基本上就跟你就是给了画叉叉了，对，很多时候就是对，有点忌讳这个工种，因为这是传统，因为他们觉得华人的社会会觉得这个是避忌很晦气的一件事。他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小圈子就说他们已经没办法了去做死人生意了，都是这样的说法。马来西亚也会这样子，非常的，所以我老公从那个时候就是他能感受到那种心态对他的一个变化，他觉得好像跟我做我的朋友好像就感觉地位被拉低了，我有那种感觉啊，所以他就说
我看到这个行业的问题，我要决心去改变它。尽管他的能力是小的，但是我跟他在一起20年，这个行业在马来西亚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公司的员工从一开始，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慢慢的被整个社会重视。殡仪馆有化妆师，有礼仪师，他把每一个职业变成一个匠人。所以他们就从一个很普通被人看不起的职业，现在变成很多的人就请他们去演讲，他们那种避讳，到现在是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老公是一个很有决心和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我很佩服他。然后到现在为止，我周围的朋友就是他们开始更多了解我老公之后，每个人都跟我讲说，哦，你真的是找了一个很好的人，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值得你这样去对他。对，用良心在做殡葬行业。他每一次开机，那个屏幕上永远出现一个字：良心事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想改变这个行业的以前一些传统的规则，因为他不是去买卖一个人，而是要去照顾这个人，往生的人和还在活着的人，也在把这个行业能够做到怎么样去回馈社会和尽到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的这个方向来发展。因为把一个人体体面面的送走这么多人，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积功德的事情，承担很多的感恩。对，我确实觉得就是死亡这个话题是值得去聊的。你们的老公是你们的理想型吗？其实不是啊。刚刚认识轩哥的时候，我看他外形，我会觉得他是那种看起来是会花心的人。我会喜欢那种看起来很有，这怎么说呢？乖巧。不，我会喜欢那种坏坏的。真的。但是不是花心的坏坏的，就是表面坏，心里就对人家其他人都不怎么样。但是就对你自己，就对你人好。坏，但是就是有点坏坏，但他的心里边只有一个。那你说你的？我还是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看到东丽啊，有音乐了，就是那种有音乐了已经。你的电视剧里面 OK， 像那就是放慢 slow motion， 对 slow motion， 然后就是有音乐，然后有花，闪回明白。但就是我要的男人就是他，梦想的男生，完全是你的理想型。是的，真的对，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坏蛋，然后他不是坏蛋，所以他是颜值控。不，他帅，但是我帅绝对不是必选项。我是喜欢他，也是看到他的样子是已经是你的理想型，但是呢，看到他的性格呢，我才开始喜欢的，真的是喜欢的越来越多，是发现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你喜欢他性格的哪里？善良，对，真的很善良了。然后他也其实很聪明了。是的，是因为帅的男孩很多，但是这么善良的男孩不多。所以就是对，然后他就是对父母特别好的，之类的，我是喜欢。对，我其实蛮同意你说，就是我其实会看那个男生他有没有责任感。但是我觉得就是颜值不用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过得去。我老公他当年就比现在还帅。我看见那个姐夫年轻的时候照片，梁朝伟嘛。那时候他我没见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40了，但是还是很帅的。就是我如果那个时候碰到他，我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我不喜欢太幼稚的男生，我喜欢比较成熟的。我本来就挺幼稚的，虽然年龄很大，但是如果找一个比我更幼稚的，这生活怎么过呀？你总得有一个成熟的吧。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碰到我老公的时候是他最好的年龄遇到我的时候。通常条件不错的男生都比较容易花心，我觉得他是个例外。很。珊珊呢？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喜欢坏男孩。你们两个一样啊？是吧？对
对，就是太好的男孩就反而就好像就觉得无聊，无聊，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那种很会说话的，就是那种浪漫的、花言巧语的，就是特别有创意的。后来挺逗的，我拍《战狼》的时候，就《战狼》里面有个黑人女人，她就跟我说，她说 Selina， 我告诉你，你再找男朋友的时候，她说你千万就要找跟你喜欢的那种男孩的对立面。对，她说你不要找那种就让你觉得你在飘着的男孩。她说你要找那种就是特别像朋友，然后能把你扎到地球上的。对，所以就是跟他就是相处之后，我就发现，就是他比我能想象的男人还更好。对。我曾经的理想型是雷神，这么飘，他的声音特别浑厚。Chris Hemsworth 啊，我知道。对，这个帅的，就是。所以你是喜欢壮的这种是吧？对，就1.82米至少，就是我喜欢被保护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好奇怪，我结婚之后，我现在看到这种男生，包括我看到 Chris Hemsworth， 我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你发现了更好的。我就说我不喜欢那种就是肌肉线条特别大，有健美看过吗？男生，我每次跟炫哥说我不喜欢那种，他在练健身嘛，我说你不要练到那种简直是粗大到像青蛙一样。我们都叫猩猩，你怎么会叫青蛙呢？青蛙的肌肉你有看过吗？你是对青蛙有什么那个误解？青蛙好可爱。青蛙是可爱，但是换做人一样的青蛙就没有那么可爱。那这个算大还是不大？这个 OK， 这是 OK 的。啊，你说这个不大呀？这是 OK 的啊。那你说的青蛙是哪种？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像练到那种穿衬衫会暴扣的那种。那个不好。好像你老公说的，我就不知道男生是不是对肌肉有一种痴迷。我老公就有一段，我有1年不在马来西亚，我在所以大哥也痴迷过肌肉。对。哇，那成就可不一样。然后他练了，他说我要练给你，回来让你看我的肌肉。我说你千万别练，练了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了。因为男生有一个误解是觉得女人喜欢肌肉，很多女生都喜欢就是这种有 muscle 的那种力量感，但是有些就会有点怕这种类型的。那你的理想型是谁？如果有一个人，以前我可喜欢冯巩老师了。对，那也不能说是理想型，就是很喜欢他这样的，因为他们每年都看春晚嘛，必须的。就觉得冯巩老师这样的男生太幽默了幽默有文化，静姐聪明，就是有趣和好玩这件事情对我的择偶排序非常靠前。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要跟他过一辈子的情况下，这个人要是有趣的，是骨子里面好玩的，我可以跟他看遍世界所有，玩遍世界所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才能跟他一直可以走下去。我觉得炫哥有很大一部分符合了这个，他是个骨子里面很开心，就是很纯净，然后又很幽默的人。他就会给你的就是平时很无聊的生活或者是添加很多平淡的东西，有很多乐趣。其实我的理想的就是《飘》里边的男主角白瑞德。但落在现实里，我觉得是综合来讲，有点像刘德华和任达华的综合体。那你其实找到了，只是就是刘德华和任达华过了他。你要说的，你这个话在你姐夫面前再说一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姐夫是最帅的。安诺你呢？他的理想型就是大力。但是不是你还没认识大力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已经知道的是他了。你就已经知道是他了，不录了。在说什么？不录了。我比较那种喜欢那种是那种韩国
里面的明星，哦要不是那种很有气质的那种欧洲明星，比如说呢？比如说就很有气质但是可能你们不会觉得好看，是 Louis Garrel，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等一下，谁？你查一下，就是之类的，哇，在那边加三吧。哎，这有一点帅的，但有一点坏的哦。哦，他有点阴郁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按照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帅，他帅不帅？可以看出他是帅的，因为我觉得他比帅还有风格、有味道的，对吗？你们相信男生跟女生间有纯洁的友情吗？相信啊，绝对有。什么意思？我们叫蓝颜知己。比如说，在我的角度，我会有异性的好朋友，但是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是好哥们儿，也不是暧昧，那朋友吗？不仅只有哥们儿，就是有什么事儿你也是可以跟他讲。像我们家，我老公是好像我的好朋友，我的男的朋友，最后都变成我老公的好哥们儿。我嫁去马来西亚之后，正好他们是去马来西亚玩，然后我跟我老公一起出来跟他们吃饭嘛，然后我老公也觉得他们性格特别好，就变成也是我老公的哥们儿，就两个人的朋友了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根本都不存在越界的这个问题。反正在我这儿哈，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线，好比说，我一定不会跟任何男性单独1对1吃饭，在我觉得这是我会处理的一条线。首先，我所有的就是特别好的男性朋友，他们都有家庭了，所以呢，可能就是现在他们不只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老婆也会是我的好朋友。我老公跟他们也是比较好的关系，就比如说我大学同学马来西亚的一个男孩，我老公去马来西亚就直接会找他。他们还一起就也变成了彼此的好朋友，是吗？对，明白。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老公舒不舒服，因为我觉得男生是能看出来的，就好像女生能看出来这个女生作为我老公的朋友，到底只是朋友，还是说她对我老公有感兴趣？对吧？所以我老公如果说这个人就是对你感兴趣的话，那我就肯定是就不交流了。我也不太会的，因为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都会，就是因为我所以就是不太可能就是会单独的。所以你在中国有自己的朋友吗？不多，因为我是24岁到中国是吧？然后就是有一个是外国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的朋友现在在中国当地不多，但是我还是有的，但是最大部分是女生呢。女生，因为我比较喜欢跟女孩聊天的。我觉得跟女孩聊天很开心，很舒服的，就是比较，我会更放松一点。其实我学习了很多时间，就是我儿子同学的妈妈跟我聊天。妈妈我这是最好的教育，我觉得真的很开心。OK， 账单来了，他说你们终于能走了。We liked everything. Yes, it's Perfect. delicious. Thank you. Perfect. Then it's 161.30, please.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走了，走吧，我们。走啊，我们吃饭了。来了。哦哟 ，Hello。就这里吗？明天我看看几点出发。我们明天应该要去别的地方。这个整个行程已经到一半了，对吧？对呀、然后你接下来巴黎跟成都了，成都就看你。靠我老婆。明天午餐导游自由安排，我看午餐要不要我们会找一个餐厅。机场的吃的我们都不用花钱嘛，就是休息室疯狂吃，休息室疯狂吃，对吧？太了，省钱。我的山顶会有那么好的披萨？哦 ，OK， 哇，这么大份。哎，我们大家就是结了婚以后，就是对我们的社交会什么爱好这些都会有影响吗？大影响。
因为静很多人都不认识，而且呢，他是那种，怎么说啊？也不是讲不好意思，他怕，因为当初开始语言是一种障碍嘛，所以他觉得，哎呀，我还是留在家里。他留在家里，难道我自己出去吗？所以我也变成比较少出去。而且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啊，现在很好了，因为他英文哇，一口流利英文啊，现在。开始的时候他因为英文还不行嘛，10几年下来，现在他他讲的比我多，英语啊。这影响爱好呢？我觉得我跟他在谈恋爱或者甚至结婚以后啊，他会去主动的会去接近我的爱好。你比如说滑雪，比如说潜水，他会跟我一块儿去学滑雪，跟我一起去潜水，甚至说打高尔夫球，对，他也是尝试在学。因为我就想，高尔夫球呢，你这样跟他可以有一个4个多小时的单独的空间，我们可以边聊天，边打着球，边走路，我觉得特别舒服。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我也希望说小孩也能跟我们一起打打球、走走路，所以他都会去接近我的爱好。但是肯定是没有像以前有足够的时间，说我每年我有一段时间我要自己去度假，我要去玩，我要去滑雪，这是不可能，因为你有了家庭。对，我也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外面运动的东西，像滑雪或者是潜水，或者我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能体验的事情我都想要体验。但是呢，我老婆是完全相反的，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累积的，就我会把很多我想本来要去做的事情就会慢慢单掉。当然，她也会有跟你们家一样，就是愿意接触一下我这个部分和做的事情，但我更多的都是我去年是第一次，就是因为我私人的一个行程，就是离开家个2天，一个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国外。那个之前我是从来没有过，就是为了跟朋友玩或者什么，就是跟家里分开过。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结婚没多久，就是已经有孩子有家庭了，我就觉得没办法有这个时间来出去，所以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个生活上的变化吧。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反而我还挺小时候跟他一起出去玩，跟家庭出去玩，我觉得挺好的。对啊，是一个常态，我没觉得这个是有问题。如果我觉得我会介意这个事情，我应该会跟他探讨。我觉得我想要这个，但我就没那个需求了。就你说像朋友聚会，就像阿诺，就是这点我觉得很好，他就从来不会催我，也不会问我。如果我出去晚了以后，我也是，他就给我就绝对的信任，他就完全就不会说是突然发个消息你在哪里啦，还不回来啊？现在几点？你赶紧给我回来，或者说，那你会主动报备吗？他越不问我越会主动，对吧？他如果越问我会越反那个。而且你慢慢就跟朋友之间，有些时候他都甚至鼓励我出去，因为有了家庭以后，你肯定重心在家里面嘛，那就肯定有时候比较宅啊。他就会说，哎呀，丽丽，你得出去，你得跟你朋友聚会，你得培养你自己的爱好。他反倒是很支持我去出去走走，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本来我爱好确实也不是特别多，我就喜欢打篮球，就吃点好吃的东西。有人愿意跟你打篮球吗？真的那么高？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吗？打篮球都愿意就跟我一队。对，比方说这点上面真的还是很好。就外国人就觉得你要有自己，我们要有一起的时间，但是我们要有各自独立的一个时间。他鼓励我出去培养自己爱好，因为他就是一个爱好很广泛的人嘛。所以说我就说，这次回去以后，我也想跟他一起去做陶艺啊，做缝纫啊，然后一起再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一起旅游，然后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因为他喜欢陶艺，他喜欢缝纫的一些东西，手工的东西。对，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他喜欢那些东西。
哎，那在你们生活当中的话，比方说就一件事情，就也不说对错嘛，那你们会主动说道歉那个人吗？会道歉，会道歉，我会。我只要主动可以说对不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减少很多比其他的麻烦。是，包括我对孩子也一样，爸爸错，OK， 我刚刚情绪没控制住，我当下我有一点面子，然后我再叫，然后我就安静睡觉前，我一定要跟他说 ，OK， 爸爸，今天你其实这个做错，但是我的反应我也有做错，我不应该这样，我也会跟他道歉。我觉得道歉没有一个没面子的事情，是个人都会错，没有完美的人。是，就是，我觉得我老婆对孩子，虽然孩子现在2岁半，她如果要是或是情绪一下上来的话，在孩子面前，她也会晚上会跟孩子说，虽然是2岁半，她也会说，对不起啊，宝宝，就是今天妈妈怎么样，以后妈妈怎么样。完了是2个人，对他真的像听懂一样，他真的会过来给你抱抱，还拍拍。哇哦！我就哎呦，我说还是小孩很聪明的，能感受到。聪明。其实小孩子身上也学到很多的，就是像感情是一样的，因为小孩子的专注力永远是看着你大人给出的反应，他会做出及时的反应。他在学呀，对，他在学，他一直都在学。其实就像我们如果在感情当中也是啊，就是说注意力如果完全在一个人身上，你完全接受他的一个信息，就专注的去听他说什么，他的感受，然后换位思考的话，确实也是。小朋友的眼睛看到世界是很美好，他才是真的没有任何滤镜，他看到的什么就是标什么的，很纯净。其实呢，那天那个胡静给我那句话，我是觉得把很多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了。他讲，生命啊是无常嘛，但它是可以美好的，只要你用什么方式去看，角度，它可以永远都美好，对不对 Perspective， 就好像我们去巴塞罗那300天都是晴的，看不到这种，哎，我们看到了，对，1/6的几率，我们好 lucky 哦。对啊，山呢有灵性，是，他就告诉我们，以后你们能不能不工作的时候来看看我，就是这个意思。那说不定就这次的遗憾，导致我们下次还想再来看一看，我们就真的又再到这个地方，又多一次旅程。他就说嘛，你什么时候旅行，你再过来看我一眼。OK， 谢谢。咱们就坐缆车下去了。 OK。还有很多人这个带着滑雪种装备就直接跟我们坐缆车下去，应该是因为雾太大，他们没法滑下去。倒霉有可能，应该是吧，对吧？要不然的话，why bother, right? Excuse me. Can I ask why you're not skiing down and you're riding the lift? Is it because of the fog? Yeah. The weather? Oh. Okay.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re not allowed to, or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ki because you cannot ski? You can't Dangerous. see. Oh yeah, right. Yeah. Right. 太高了，这边雾太大，所以他们下去那个中间的那个区再滑下去。We like your helmet. Yeah. With my son. Yeah, I saw your son with the spikes. Yeah. Rainbow spikes. Very cool.